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游戏，作为10几年前的一款网游，直到现在，它的动作打击感和流畅度都是很难有游戏超越的。没错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讲这款游戏就是《洛奇英雄传》，简称洛英。估计就很多人疑问了，就你说的这样的一款游戏，它怎么就不温不火呢？我甚至听都没听说过。说到这儿，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它背后的代理公司了，世纪天成。估计很多人都有印象，跑跑卡丁车、反恐精英、EVE 都是世纪天成所代理的。总感觉他手里头有很多的好 IP， 就是公司好像一直不是很争气的样子，就挺摆烂的。基本上这就是大家对于世纪天成的第一印象。但这也怨不得世纪天成。我们来讲一讲世纪天成的来历啊，估计大家都知道为啥会这样了。世纪天成呢，它的成立非常有趣。最开始呢，它其实是韩国公司 Nexon 想在中国成立一家分部。Nexon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也就是 DNF 跑跑卡丁车、泡泡糖、冒险岛的这家公司。但是呢，当时国内有一个规定，不许外资独立经营。于是呢 ，Nexon 就建立了一个合资公司，世纪天成就这么诞生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见世纪天成旗下代理的一系列游戏，很多都是 Nexon 的。世纪天成旗下呢有2个 IP， 一个呢叫做洛奇，还有一个呢叫做洛奇英雄传。虽然说名字有些相近，但2个游戏的风格可以说是天壤之别。今天我们还是主要说一下洛英。洛英这款游戏啊，出来的时候还是非常惊艳的。再说画面就非常的优秀，甚至游戏里边还有一个单独的爆衣系统，包括衣服的材质在当时都是属于佼佼者。打击感就更不用多说了，真正的是做到了拳拳到肉。在我玩过的3D MMO 游戏里边啊，绝对是属于比较高的一档。个人感觉当时也就是龙之谷跟它差不多。在一款3D 的 MMO 游戏里边，你能玩到单机游戏的打击感，那基本上是没见过的。每个职业呢也都是有着不同的流派，不同职业的玩法和手感可以说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也导致了很多人把一个角色练满级之后，立马就去换另外一个角色去玩了。但就这样的一款游戏，在世纪天成的内部啊，好像并不是很重视。为啥这么说呢？首先呢，世纪天成可以说就是隶属于 Nexon， 大家可以想象成分部就行了。它不是说腾讯或者说是其他公司在国内找的代理。如果说它是在国内的代理，那我说哦，国内我挣了多少钱，我是有话语权去跟游戏公司谈的。基本上他们俩是属于一个平等的关系。世纪天成呢本身不一样，本身都比人低一级，那你说啥话，韩国那边基本上不怎么理的。再加上当时呢，反恐精英非常的火，反恐精英刚开这个生化模式，可以说在网吧里头人人都在玩啊。当然最后的话被腾讯给抄了，这个就是后话了。但是因为当时反恐精英的火爆啊，导致很大的一部分这个运营重心导向了反恐精英。当然这些呢都是外部原因。那说到内部原因呢，就是当时洛奇最火的时候，出现了大量的脱机党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工作室，占用了大量的服务器资源，最后导致了很多普通玩家都苦不堪言。人稍微一多点，游戏直接卡爆，你说这怎么玩？而且这还是一款 MMO 游戏啊，强调的就是一个多人合作，但官方呢似乎并没有怎么处理，导致了很多人脱坑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官方更新版本实在是太慢了，素材的利用率极高，第1关打狼人，第2关打狼人，第3关还是在打狼人。再好的游戏它也会腻的，你又不更新，那就只能脱坑了。所以呢，就导致了游戏的热度啊越来越低。但确实不得不承认，这款游戏呢还是不错的，哪怕放到今天，很多的设计也是比较亮眼的。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人说，如果换成腾讯代理，没准下场会好一点，但我觉得不一定哦。腾讯手里运营砸的游戏也不少嘛，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，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讨论一下。如果大家喜欢这类的视频，也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。咱们呢下期再见。